早安，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这个 hotel 的前面就是 beachfront Sematang Beach。今天我们的计划呢是要骑100 km 去到巴乌这个小镇。我相信巴乌是一个山中的小镇，然后那边有山洞可以探索，然后有一个蓝湖，然后附近因为现在是周末，然后附近有一个周末的巴萨，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所以今天我们出发的比较早，8点就要启程了。那这100公里的路呢，大多数都是会骑 Pembrokeshire Highway。昨天我们是淋着大雨来找到这个住宿的地方，虽然是穿上了雨衣、雨裤，但是鞋子啊、袜子啊、手套都是湿的，所以下雨淋湿的话，晚上都是忙着在弄干这些衣服、衣物。我想这个是白哥才会明白的一个过程。忘了 check out OK， 讨论之后决定钢铁侠骑回去还他，我就慢骑往这边去嘞，就是这个什么丹的这个镇上。我们昨天就是在那边吃晚餐。不对，我走错路了。这条应该是还没好的，我应该要走对面才对吧？应该是走对面这条，所以那边挡住是这条还没有开放。对，所以我应该要走这一边。Pembrokeshire Highway， 你赶快开放了！哎呦，地上也没有那个电头。哎呀，自己走错路还要赖别人。哎呀 ，OK。这种走错路的时候，就是看当地的车怎么样走。所以既然他是走这条，我也跟着他走这条。这边有个巴士站，我就在巴士站等钢铁侠。你看这个山，哇，好嘞。走呢度啦。应该是来了，喂，对，是他。不知道怎样可走出来这个小路啊，有点混乱呐。怎么样可以接到大路？从这边。OK， 好。
有路牌的。哦，我们是要去巴乌这个镇诶，要经过这样小的路的。哎呀，走小路来大路。Interesting。我们到了吧哦，先加个油。我们现在尝试找一下住宿的地方，卸下行李再决定。左手边这个应该就是Bau的地标 Tasik Biru 蓝湖。Now I know why it's so expensive. We have to cross the lake and everything. Oh. We go coffee shop, have a drink first. Yeah. That's right. Huh? That's right. Coffee. Yeah, go back to the town 吗？我们原本要去看的那个 hotel， 还要过湖才能去到的，这个不太适合，因为我们的 bike 要停在这一边，还要扛着行李过去。先去找个地方喝茶休息，再决定吧。就在我们喝着100 Plus 和得冰的时候，有2位陌生人跟我们问好，自我介绍。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沙拉越的车友，刚好在隔壁的餐馆吃着锅烙米，看见我们骑着摩托，便主动上前来打招呼。一位是 Matthew 和太太 Sylvia， 来自西部；一位是 Cikgu Tony， 是道道地地的巴乌车友。他们也是问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哪里，我们就跟他说了我们的困扰，我们也在找着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巴乌的白哥 Tony 他就说去他家附近有一间 budget hotel， 但是重点啊，这个是白哥才会知道的重点，可以把我们的 bike 停在他的家，我们当然会比较放心啊。其实白哥出来摩旅，住宿是不是住好的酒店其实是其次，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 bike 是不是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真的很幸运呐，有 local biker 来给我们伸出援手。前面这位就是 Tony， 他直接带我们到附近走走。先带我们去找他家附近的这个 hotel， 就是这一间。好，现在 Tony 带着我们去 Serikin。这个 Serikin 呢有一个 weekend market 周末的市集，它其实就处于马来西亚跟印尼的边界，所以这个市集应该是蛮有趣的，是有2国的文化交流嘛。跟着当地车友就对了，他们知道那些隆隆啦啦，知道棒棒的骑行公路，知道美景美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是2辆 KTM 来到巴乌，然后在巴乌遇见了 local biker Tony， 就迎来了第3辆 KTM。 Tony 骑的是 KTM 250 Adventure， 所以是等于是我这辆的 twin brother。到了吗？这边也是有市集，这个是叫做 Kampung Duyo 的市集。
卖这些水果啊，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小吃吧，还有一点点有手工艺品。来到 Serikin 这个镇上 ，Border Town， 沿途有看到几间天主教堂。这边应该也蛮多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是不是这边啊？哇，那个屋顶还蛮特别的哦。好，我们现在 right through 这个 market。来这里逛要自己带伞啊，要不然就要戴帽子。好热啊，你看。哇，这市集还蛮长的耶。喂，等等我，等等我。Serikin Weekend Market。这边有一个小贩中心，水果，还有这些民族服装。这是蛇皮果啊。下午1点，阳光暴晒，我们来走一走这个 Serikin Weekend Market。那根据 Tony 说呢，这个 Serikin Weekend Market 啊，它就是在那个 Malaysia 跟Indonesia 的 border， 然后这一边做生意的小贩呢，其实都是印尼人，所以他们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就会跨境过来马来西亚巴欧这边，然后就在这个 Weekend Market 摆档口，还蛮有意思的哦。刚才我们稍微走一下这个市集，一直到市集的尾端，然后中间呢有找一个地方跟 Tony 跟 Matthew， 他的太太 Sylvia， 还有2个朋友一起喝茶、聊天、吹水。然后Matthew 他跟他太太还有2位友人就继续他们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请 Tony 当地陪。带我们去这边附近的一个山洞走走看看。Go with the flow，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这就是我魔旅秉持的态度。如果入住了湖畔酒店，我们就不会结识 Tony、Matthew 和 Sylvia。不会有当地车友们陪伴我们骑游包物，也无缘交到如此热情友善的朋友。这是一场奇妙的机遇，要不是 Matthew 和 Sylvia 延迟了1天来探访 Tony， 我们也不会结缘。那么多巧妙的刚好，造就了这一段美好的相遇。Fairy Cave， 爬上去，然后进去山洞里面。这个山洞呢，我们问了。进去一趟再出来要1个小时半，那我们就去另外一个 cave， 叫做 Wind Cave， 那边会比较快。哇，这个下过雨的地方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好舒服啊！来这个 cafe。喝个茶，我们来到了 Wind Cave 后面的入口。哇，这个应该是 local 才知道的吧。Going into Wind Cave, scan. Okay. Safety briefing dulu. Wow, high tech ni. This one is the guy. Cool. Actor. 我们现在走进去 Wind Cave 风之洞。
有没有听到这个蝙蝠的叫声？把帽子戴上，至少留下蝙蝠把他的爱献上给我的时候，不会直接掉在我的头上，而是掉在我的帽子上。太暗了，看不到蝙蝠，但是有听到很多 birds 的声音。看到什么？这个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洞口。我们来到洞的另一端，这边是直通河流的。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山洞里面住了哪一些居民。这个是 bat。这个也是 bat， 也是 bat。我注意到了，他们有 IC 的 Malaysia My Cut，so cute。生命总是带来惊喜，沿途遇到的人儿总是为旅程增添了色彩。